手机放了很长时间以后不使用，当我们再使用的时候，发现不开机了，给它充电呢也充不上电。遇到这种情况呢，先不要着急花钱去修。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自己在家也可以轻松修好它。首先操作第一步呢，我们先把手机上这个卡槽给它取下来，然后呢，我们需要拆这个后盖。拆后盖的时候，先看一下，有一些手机在它这个充电口两侧有螺丝，就需要把螺丝先拆掉。拆掉螺丝之后，然后呢，找一个缝隙，这个角的位置，给它插进去以后，这一圈给它划一下，就可以把这后盖拆开。一圈划到位，然后呢，我们看这个后盖就可以拆来了。如果像这种手机呢，我们看一下，它这个两侧呢也没有螺丝，但是它这后边的盖和这个侧面它是分开的。像这种情况，我们拆的时候就拆上盖这部分就可以了，就拆这部分。打开之后呢，我们先把上面这个小塑料盖这几条螺丝给它卸下来。这部手机呢是客户因为把屏幕摔坏了，所以呢放了很长时间没有用。当他想维修的时候呢，发现也不开机了。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先给它修好，能正常开机，然后呢再更换屏幕。其实这就是手机的一个通病，长时间不使用呢，很多种情况就出现手机就不开机了，充电也充不上。好，拆掉，然后把上面这个小盖我们给它拆下来。打开之后，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上面呢这儿有3个排线插口，我们找到中间的这个小的，这个小的呢是连接电池的，我们先把这个电池给它先断掉。无论是什么品牌的手机或者是一些数码产品，放了时间长了以后呢，它充不上电也不开机的根本原因就是这块电池亏电引起的。现在咱们用网表给大家来测试一下，看一下它现在它的电压是多少伏。所有品牌手机它的电池插口大部分都是一样的。我们测量的时候呢，就测两侧比较粗的这2个点。我们看一下，现在它的电压是 3.05 伏，现在呢就是只有3伏的电压了，说明这个电池已经饿死了。像这种电池呢，一般低于 3.5 伏以后，当我们在使用的时候给它充电就充不上了。遇到这种情况呢，就说明这个电池已经饿死了，我们呢需要给它强制激活一下才能正常使用。需要的激活工具很简单，就是需要找一条报废的手机充电线，然后呢把小头一部分剪掉扔掉，只留下 USB 接头这一部分。然后呢拆开以后发现这个里面线呢分为4条，我们只留2条就行了，只留下黑色和红色。然后像这个绿色和白色我们不需要，这2条传数据的，给它剪掉就行了，不需要用它。然后呢分别把这2条线拨出线头，拨好线头以后呢，给它先这样拧一下，然后呢为了更好操作一点把这2根线上面分别需要接个东西接个稍微硬点的细铁丝之类的东西，这样呢在操作的过程中就会更加简单。在这上面拧个铁丝，然后呢另外一条线上也是一样拧个铁丝，只要是硬的小细的东西就可以给它拧上。拧好之后其实呢就这个很简单的一个激活工具就制作好了。然后呢在这头可以用到一个就是智能手机上用的，一定要智能手机上用的这种充电头，给它插上。插上之后，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用它来给这块电池激活修复了。在激活之前呢，首先看一下电池上面这条排线，每个电池它的排线上面都有标注它的正负极。首先呢先拉大镜头再看一下，我们看这儿也有标注是吧？然后这个左侧这边一个加号，说明它就是正极；右侧呢一个减号，说明它就是负极。它相对应的就是这个插头这部分，它说明呢就是左侧这个角呢，这个角和这个角时间都是一样的，就说明左侧是正极，然后右侧这儿就是负极，这儿有标注，按照这个标注来激活。这个操作步骤呢，首先先把插头给它插在插排上面，然后呢把这2条线分别给它接触在电池这个插座上面，一定要区分好正负极。就这样接好以后，让它先强制充电个30秒或者1分钟。好，现在大概1分钟了，然后呢我们再来测量一下，看一下它这个电压有没有变化。如果它的电压能充到 3.5 伏以上，其实呢手机就可以开机
手机呢自带的充电器也能就给它充电了。现在是 3.36， 说明这电压还是有点低，也说明它是可以正常充上电的。我们还需要接着按照同样的方法给它再强制充电，再充1分钟，再充一会儿。然后我们还是用腕表再测量一下，看它的电压现在是多少伏。3.73，说明这个电压可以了。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电池再给它扣上，来测试一下，看能不能开机。可以听到震动一声，然后我们看啊，手机已经开机了。看来它这个屏幕就是坏了，下一步呢，给它换屏幕就可以了。手机上面换下来的这些旧电池，不要把它们扔掉。其实呢，它们在我们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利用价值，每个都非常实用。今天视频给大家详细的分享一下它们的使用方法。首先呢，咱们先把这块电池上面的这个保护板给它先拆出来，拆掉上面的胶带。然后呢，我们看一下上面的这条排线，它和上面这个充电保护板是连接在一起的，是一个整体。如果像这种排线是直接焊上的这种，就用电烙铁把这个排线给它拆下来就行了。像这种一体的情况呢，我们就需要就用个刀片，把上面的这一层黑色的这个漆给它刮掉。刮开以后，咱们看一下这个插头它的正负极，左边这儿是个减号，说明啊左边这条线它就是负极，然后右边呢一个加号，右边就是正极，所以呢这儿就是正极。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正负极上面给它来点焊锡，然后呢再找一条报废的手机充电线，把小头那一部分剪掉。剪掉之后呢，这个内部啊会有4条线，我们只留下黑色和红色就行了。黑色是它5伏的负极，红色是5伏的正极。然后呢，正极接在正极上面，负极接负极上面，给它焊上。这2条线一定要弄对，不能弄错了，弄错了是不能使用的。好，焊完之后啊，然后呢，我们在这个电池这个正负极上面再来点焊锡。拉完焊锡之后，然后呢再接2条线，负极接黑色的，然后正极呢咱们接这个红色的，这是个棕红色。好，接完之后啊，咱们看，其实呢这边也是分正负极的啊，上面也有标注。咱们看啊，这儿有个减号，这儿就是负极，然后这儿有个加号，它就是正极。好，就这样，这个小工具呢，第一个就制作好了。然后呢，咱们就用这个手机充电头把它插到上去，然后再插到插排上面，这样呢就可以给这个电池充电了。给它充完电以后呢，就可以再次利用了。有些朋友可能会说，这个电池呢本来就不能用了，还怎么用是吧？其实只要这个电池啊不鼓包不漏液，它还是能接着再用。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啊，这个电池呢一般啊它的容量都是比较大的，这是一个3245毫安的，所以说啊像这种电池，就算它容量再不行了，其实呢也比这种18650锂电池它的容量要大。我们看啊，这是一个新电池，它的容量是2500毫安，这个就算再不行吧，它也有2000多毫安，所以呢还可以接着再用。然后呢，这边2条线呢，可以把它接在一些常用的5伏的一些小的数码产品上面，假如一些手持的小音箱啦，一些就是18650锂电池可以用的设备，都可以用它来代替。像我这个设备啊，这个呢上面的电池的电压呢就是个5伏的，它的电池也是锂电池，像这种盒子，它的里边的电池非常的小，很不耐用，我们可以把这个电池呢给它固定在外面就可以了。等它没有电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插在手机充电器上给它来充电。也或者给它可以放在一个小音箱里面来使用也行，或者呢把它可以放在小孩玩具里边来代替18650锂电池，再或者呢也可以啊，这一节也可以来代替3节这样的电池来使用。这个电池的用处还是非常多的，如果这个电池报废了不能用怎么办呢？我们其实呢也可以利用上面的这个充电小板，在生活当中用处也比较多。首先啊，咱们就先把这个小板给它先拆下来。拆下来以后呢，还是把这2条线给它接上，正极接正极，负极接负极，再接上。接完之后呢，咱们在这2条线上什么呀？接2个小夹子，或者呢是接一块磁铁也行。我这正好有2个磁铁，咱们把它接上。好，接完之后呢，
这是第二个特别好用的方法。然后呢，咱们可以拿一节就这样的18650锂电池，然后呢就是红色的把它吸在正极上面，黑色的吸在负极上面，这样呢就可以给它来充电了。它呢现在就相当于是一个这样的18650锂电池的充电器。其实呢自己做的这个比它这个要好得多，因为啊无论是什么形状的锂电池都是可以用这个来充电的，但是这个就不行啊，有一些电池它装不上，所以说这个是比较好用的。家里的遥控器种类太多了，我们在使用的时候非常的麻烦。其实呢我们只需要用部手机就可以控制家里的所有电器设备，比如电视机、机顶盒、空调、投影仪、互联网盒子、DVD、电风扇等都可以控制。这样呢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就会非常的方便。把手机变成万能遥控器，首先呢咱们先需要用一个报废的遥控器，或者是找一个不需要用的遥控器也是可以的。咱们先把这个遥控器给它拆开，把上面这个红外发射这个小灯给它拆下来，制作一个红外发射管就可以了。制作方法呢也非常简单，只需要把这个拆开，然后呢接2根线就可以了。今天视频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制作方法。拆开以后呢，咱们就需要用上面这个小元件，如果有电烙铁的可以用电烙铁直接把它给焊下来，如果没有电烙铁的朋友，其实呢用剪刀把它剪下来也是可以制作的。好，剪下来以后就这样的。然后呢再需要最后一个元件，就是找一条报废的这种音箱使用的音频线，或者是找一条就是报废的不用的耳机，就手机上面的耳机也可以啊。我们呢主要就是用上面的这个插头，大部分啊这个插头呢都是这种3段的，但是呢也有一些比如就这样的音频线。这个插头呢我们看一下，它呢是这边是4节的4段，像这种4段的是不能使用的，我们要找一条就这个3段的这个插头来使用。如果没有电烙铁的朋友们呢，剪这个插头的时候呢，可以把这个线呢从这儿直接剪断，然后呢把这个红外发射管给它用手呢给它缠上就可以了。如果有电烙铁的朋友们，也可以从这个根部直接呢都给它剪开，用电烙铁焊上，焊上的效果不会更好一点。咱们现在把它给拨开，拆开以后啊，咱们看它内部呢是3条线，咱们现在啊先把这3个线咱们都给它焊下来。然后呢咱们再看一下这个红外发射管，有2个重点一定要给大家说明白，不然的话制作好以后是不能使用的。首先看一下这个红外发射管内部呢是有2个金属铁片，下边这个是个大的，然后上面是小的，它是分正负极的，我们一定要把它接对。好，现在啊咱们把灯珠给它焊上，焊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啊，这个烙铁呢不要再长时间在上面，如果长时间按住不要动啊，这温度高了以后就会把这个二极管给烧坏。所以说有些朋友焊完以后说自己的不能用，原因啊就是把这个红外头烧坏了。这个温度呢一定要掌握好，点下以后赶紧松开，不要长时间在上面，长时间就会把它给烧坏。焊完以后呢要检查一下这2条线不要它连在一起，然后呢先看一下灯珠大的铁片的这条线呢焊在中间的这个上面，然后这个小铁片的要焊在最边上这条线上面就行了。到最后呢我们给它套个热缩管，这样呢就看着更美观了。就是这么简单就制作好了。然后呢咱们在手机上面安装一个遥控精灵，然后打开它，打开之后呢咱们在上面先添加一个空调一个电视机，然后来测试一下能不能使用。点开以后然后选择电视机，在这儿呢我的电视机是创维的，咱们就选择创维电视机。选择好之后然后再添加一个空调的，点空调，空调呢是格力的，然后选择格力。好，添加完之后呢咱们就开始把这个红外头给它插在手机上面。没插之前呢上面显示暂未检测到红外设备，现在咱们把它给插上，插上以后直接跳出来一个方框，然后在这选择音频口配件。现在呢就提示可以旋转手机就可以使用了。好，现在看一下没问题了，然后呢咱们来测试一下看一下好用不好用。红外发射器对准空调，点开机，然后可以选温度，也很正常，模式调成制冷模式也很正常。上面这些功能呢和空调自带的那些功能它们都是一样的。再来测试一下电视机，咱们看也是可以开机的，可以加音，也可以声音变小，菜单也可以打开，
和原代的遥控器功能都是一样的，非常的好用。今天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手机里边的照片或者是录像如何把它传到 U 盘上面。手机使用是越来越多了，特别是经常喜欢拍照和录像的朋友们，内存不够用的情况下，像这些视频照片了也不舍得把它删除，把它删除之后感觉非常的可惜，那么呢就需要把这些视频和照片传到 U 盘上面了。传 U 盘上面的方法呢其实有两种，一种呢可以手机连接电脑，把这些数据呢传到电脑上面，然后呢这个 U 盘插到电脑上面就可以传到 U 盘上面了。但是这个方法非常的不好用，特别麻烦，还得需要用电脑。那么今天呢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很简单好用的方法，就是这个 U 盘呢我们可以直接连接手机，然后把这些数据就可以直接传到 U 盘上面了。我们看一下这个 U 盘呢，上面是一个 U 口，手机上是没有 U 口的，那么我们就需要一个 OTG 转换线了，转换头。今天呢我正好从网上买的这个转换头已经到货了，现在我们把它给拆开来看一下。其实买这个东西非常便宜，我这一个是 3.0 的，花了3块多钱包邮的，就这个小东西。我们看一下，我们把这个拿出来之后呢，我们首先把这个 U 盘给它插在这个 OTG 转换头上面，插上去之后，我们看一下手机不同，然后选择这个插头也是不一样的。我这个是一个安卓 V8 口的，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直接连在手机充电口上面，就可以往外导数据了。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内部还带了一个纸条，上面写的是 vivo 和 OPPO、金立这些手机需要打开 OTG 连接才可以使用。那么意思就是像别的品牌就不需要打开 OTG 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就开始来操作一下，先把它退出。打开 OTG 呢，我们先打开这个设置，然后呢在其他网络连接这儿我们点开它，下面就是 OTG， 我们把这功能给它打开，默认都是关闭的，我们点开它，点开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连接我们这个 U 盘了，把它插在充电口上面。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再打开手机的文件管理，打开以后我们往下滑动，看一下这个储存位置，这儿显示手机储存，手机储存就是手机内部的储存器， OTG 就是我们这个 U 盘，我这是一个 32G 的 U 盘，显示容量是30个 G。 然后呢我们可以导数据了。我们导数据的时候，我们先看一下手机内存，把这个手机内存呢我们把它点开，点开之后我们往下滑，找到相册，然后点开它，这儿有个相机，把它再点开，这儿就是手机的照片和视频。我们看一下这个 JPG， 这个就是一个照片，然后像这个 MP4 它就是视频。我们可以先导个照片来看一下，导这个照片的时候我们点住不要动，然后呢前面就出圈了是吧，画上对勾，然后在这个下面就有这个复制，我们点一下复制，点完之后呢我们就开始要返回到刚才那个主页面这儿，就到这个位置。然后呢我们点开这个 OTG， 就是点开这个 U 盘，然后呢我们再点开这个文件夹，到这儿以后这个右下角有个粘贴，我们点一下就可以粘贴过来了。看一下这张照片就是刚才粘贴过来的，这个复制过来以后手机和这个 U 盘它都是有这个照片的，如果是移动过来的情况下手机上就没有了。复制过来之后，像这个手机上我们点开然后复制过来的这张照片已经 U 盘上已经有了，然后呢我们就不需要它了，我们可以在这儿给它删除掉，然后呢就可以节省手机的空间了。点击删除。我们往 U 盘上面导这个视频也是一样的，点住这视频不要动，然后点一下复制，到这儿呢我们返回到 U 盘上面，点开 U 盘，点开这个文件夹，然后下边有个粘贴，我们可以把视频给粘贴过来。好，现在这视频已经过来了，看一下，就这么简单是吧？如果不用的时候，然后把这个 OTG 我们给它关闭，把 U 盘拽掉就可以了。
今天这个视频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个手机更换电池的一个教程。其实呢，更换电池是非常简单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台华为手机电池已经鼓包了，看一下已经把手机后盖都顶起来了，看到没有？两侧都有这么大的缝隙。我发现就是华为手机和小米手机啊，它这个电池最容易出现鼓包。更换电池呢，首先拆这个后盖，用吹风机呢先给它加热一下，加热完以后。在拆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了。像这种手机充电口两侧没有螺丝的拆壳的时候呢，就需要用一个这样的硬塑料片。这个塑料片呢，就是蛋糕盒上面都有这种硬塑料片，然后呢找一个角的位置啊，把它插进去，然后呢在这周围一圈给它划一圈之后啊，这个后盖就可以轻松的把它给拆下来。拆这个后盖的时候有一点也要注意，就是这个塑料片呢不要插得太深，如果插太深的情况下呢，在滑的过程中就会有可能把手机后盖上面这个指纹排线给它划断。如果划断了以后呢，这手机就没有指纹了。先看一下里面呢是有一个这样的排线。打开壳第一步呢，首先把这个电池上面这个排线给它先抠开，让这手机呢给它先断电，这样操作是最安全的。首先呢，先把上面的这几条螺丝给它拆下来。然后呢，把压电池排线的这个铁片往上面抠开以后呢，把电池排线给它抠开。接下来呢，就是用镊子可以把这个铁片再给它翘起来，然后把后盖上面这个指纹排线的这个插座呢也给它抠下来。抠下来之后呢，等会儿拆电池的时候操作会更加方便。电池下面呢粘了很多不干胶，粘的也非常的牢固，所以说直接拆的话是不容易拆下来的。所以说呢，在拆之前呢，要用吹风机给电池先给它加一下热。电池正面加完热以后呢，然后在手机的屏幕这一侧呢，再给它加一下热，一直加热到这个屏幕手摸着有些烫手就可以了。然后呢，重点来了，就是呢开始撬这个电池了。找一个类似于这样的撬棒，把它插入到电池的一侧。插入以后就这样轻轻的撬，一次呢不要撬得太严重了，要一点点的来，不要着急，不要慌，要有耐性，从上往下一点点的就这样撬。撬完以后呢，撬的如果感觉少，还可以从上面接着往下再来一遍。撬完一侧之后，接下来呢再撬另外一侧，还是同样的方法，就是这样一点点的撬。所以说这个撬电池呢不能心急，只能就是慢慢来。一会儿呢就可以把这电池给它撬下来了。撬完这一侧之后呢，然后接下来还是一点点就这样撬，这样撬完，接着呢再撬另外一侧，就是来回两侧呢替换着撬。给手机换电池呢，其实就是一个胆大心细的一个操作步骤，只要有耐性呢，一般都能更换好电池。好，我们来看一下，2分钟的时间不到，这块电池就给它拆下来了。然后呢，我们看这块华为电池已经发现鼓包了这块呢旧的就没有必要留它了，扔掉就行了。然后呢，接下来呢，把这手机上面这个不干胶给它清理干净。然后呢，拿出需要更换的新电池，我们拆开包装来看一下其实呢，现在出的这些新电池呢，它都是自带固定电池的不干胶的，也没有必要去单独去买去了。所以说呢，厂家考虑还是比较周全的我们先打开这个电池这个包装。在它的背面是有这个固定电池的专用胶的，然后呢把上面这个塑料给它揭掉之后呢，然后呢就开始安装电池。安装就更简单了，只需要呢把它放在电池里面，然后这样轻轻的先按压一遍，让这个胶呢让它粘好就可以了。然后呢安装的时候呢，先扣指纹排线，给它扣好以后呢，再扣电池的这个排线。最后呢给手机后面这一圈都打上不干胶，然后呢，把手机后盖给它安装起来，电池呢就更换好了。手机屏幕坏了以后，先不要着急花钱去修，其实我们只需要花个几十块钱，买块屏幕自己换上它就能修好，而且还能省下几百块钱的维修费。首先看一下这台华为手机，屏幕角的位置已经都摔烂了，而且呢显示也不正常。像这种低端手机，我们从网上买块这样的屏幕也就是70-80块钱一块。如果去维修店让师傅给你换上的情况下呢，需要加100块钱的人工费。如果是高端手机的情况下呢，人工费会更贵。所以如果自己换屏幕，最少能省100块钱。买屏幕的时候呢，商家都会送螺丝刀、撬片、胶水之类的东西，非常的齐全。今天视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更换屏幕的详细操作步骤。
动手能力强的朋友们看完以后自己也能学会。首先呢，操作第一步啊，先把手机关机。如果屏幕坏的比较严重，没有办法关机的情况下呢，那就直接拆机就可以了。首先拆机的时候看一下充电口两侧有没有螺丝，像这种没有螺丝的情况呢，就直接拆后盖就可以了。在拆之前呢，需要用吹风机给它加下热，加完热以后呢，就更好拆了。加完热之后呢，然后用自带的这个薄片找一个角的位置给它插入，然后顺着往下面滑动，把这个后盖呢给它就这样轻轻的慢慢的给它滑一圈，不要着急，这个时候慢慢的要操作，滑一圈之后，然后呢这个后盖就能把它给打开，然后呢再把手机下半部分这些所有螺丝给它拆掉。拆完这边之后呢，接下来呢就是再拆手机主板上面这些所有的螺丝。接下来呢，再把手机这个中框给它拆下来，用个刀片还是一样，就是找个角的位置啊，把这个薄薄的这个中框给它先撬开一个边儿，然后就这样轻轻的把它给拿下来。然后呢，把电池的排线和指纹的排线给它抠开。然后接下来呢，再看一下手机屏幕这个排线呢，这就是排线的座。首先呢，把这个排线口啊也一样给它先抠下来。抠开之后呢，接下来呢，现在就需要拆掉这个电池了，因为这个电池下边压着屏幕的排线，不拆电池的情况下，这个屏幕是没有办法拆的。所以说我们在拆电池的时候呢，首先呢需要用到一个家里用的吹头发用的吹风机，给它先加下热，加热了之后，然后这个电池下边这个胶啊，它就会更好拆一些。先给屏幕加热，这边加热完之后呢，然后再给电池加热。加热完以后呢，然后手摸一下这个屏幕，感觉有点非常的烫手，这个温度啊就感觉差不多了就可以了。然后接下来呢就可以拆电池了。拆的时候呢，找个撬棒，先从一个电池侧面一个缝隙先给它插进去，一点点的往下面撬。这个撬的时候呢，不要太暴力了，要轻轻的啊，一点点的来，千万不能着急。从上往下撬，撬完这一侧之后呢，然后接着再撬另外一侧，就这样一点点的来，慢慢的。现在呢，你看就把电池给拆下来了。然后呢，把手机的屏幕排线给它先拽开，拽开之后呢，现在呢，接下来就可以拆屏幕了。拆屏幕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啊，先用吹风机给它周围加下热，加完热了之后，然后呢，就是用一个刀片还是一样，找到这个屏幕一个角的位置，然后呢，给它插入，先把屏幕翘起来，然后呢，用一个就是蛋糕盒上面常用的这种薄的塑料片，然后呢用它这个比较软一点也比较坚硬，然后把它塞到屏幕里面，就这样划一圈，把这个屏啊周围划一圈之后，然后这个屏幕就拆下来了。换新屏幕之前呢，首先把这个框子上面这些残余的胶水啊，或者是玻璃碎渣啊，给它都清理干净。安装屏幕之前呢，先来测试一下，看看这个屏幕有没有问题。然后呢，先把它放到手机这个框子里面，把这个屏幕上面排线给它扣上，然后呢再安装上电池，开机来测试一下屏幕。测试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呢，就可以安装屏幕了。先打上胶水，然后呢重新安装屏幕，再把电池粘回去。所有的配件呢就是怎么拆来的，再怎么给它安装回去。到最后呢，给手机屏幕给它固定一下，就这么简单，手机屏啊就换好了。